贼兵看到箱子几乎堆满了整个夹道，一开始还想呼唤同伙来帮忙，却又担心这些财物被他们瓜分，就先拔出短刀劈开了箱子，翻找金银细软胡乱塞进腰间，然后又翻捡出整匹整段的绸缎皱纱，用单衣或夹衣裹了打成包袱，强令我们每人背上一包。当贼兵进入夹道里后，巴叔的儿子阿林暗中解开绑住众人的便结，推我和兄弟们快逃，可我们吓得不敢动弹。趁贼兵没有注意，阿林匆匆下楼，躲进了五叔卧室的床底下。贼兵因人多计不清人数，所以让阿林得以侥幸逃脱。我们其余12人则被贼兵押下楼，经过家堂前时，看见云州伯已经被杀害，衣物、书籍散落一地，所有房间门窗大开，内外通透，四周不见人影，一片死寂，凄惨之状让人不忍直视。大门外横躺着2具男女死尸，因天色昏暗，认不出是谁。又看见20多个贼兵驱赶着被抓来的40-50个村民，贼兵要么将数人的辫子绑到一起，要么用绳索穿过他们的发辫根部连接成一串，先后押解着行走。其中一个贼兵对同伙说道：“兄弟们今天发财了，又抓了多少新家伙。”贼兵之间相互称兄弟，把刚被他们抓来的百姓叫新家伙，他们则自称为老家伙或老兄弟。今天回馆子，头子肯定有赏。贼兵把被他们占据的房屋称为馆子，把他们的头目叫头子。另一个贼兵回答道：“就怕被王爷知道，反而会责怪我们抢劫百姓的财物。”先前说话的贼兵没有再接话，只是胁迫着我们这群人跟住队伍走，他自己提着长矛尾随在后面。一路上，被害者的尸体和散落的衣物遍布在田野里，倒闭在沟渠和河当中的死者尤为众多。被贼兵抓捕来的人们狼狈不堪地行走着，沿途络绎不绝，只要脚步稍有迟疑，立刻就会身首异处。还有年轻妇女，披头散发，光着双脚，含胸垂首不停地哭泣。贼兵或者牵着他们一起走，或者把他们绑在驴马的背上，或者让被抓来的青壮男子背着他们行走。有不少妇女乘贼兵不备，跳进路边的河里自杀了，也有些妇女因为不停地哭嚎，惹恼了贼兵而被当场杀害，实在是让人不忍目睹，不忍耳闻，反而暗暗责怪他们为什么不早点自己拿主意。定更时分，我们抵达了贼兵的馆子，位置在靠近莫林关的马铺这个地方。当天夜里又下起雨来，我们叔侄等人都被关进一个帐篷里，驴马则系在帐篷外面，发出阵阵哀鸣声。接着又隐隐听到外面传来拷打声、杀人声，以及贼兵们聚餐吃喝喧闹的欢呼声。晚饭送来后，我却因为惊恐至极，根本咽不下去。帐篷漏雨，坐的地方只垫着乱草，湿气渗透了贴身内衣。帐篷前后各有一个贼兵看守，我彻夜不敢合眼。眼前的景象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地狱。第二天早晨，雨更大了，贼兵命令我们将抢来的皮草衣服表面的锦缎面料剥下来，他们争抢着把接下来的面料卷起来收好，留着以后做衣服裤子，而把剩下的皮草里子盖在驴马的背上用来遮雨。即使这些皮草衣服价值数十或上百两银子，也毫不怜惜，因为这些东西不便于携带。贼军中其实也有颁布命令，禁止骚扰百姓以及抢劫衣服财物等行为，因为一方面担心这些行为会拖累行军，另一方面会导致军心懈怠，同时他们也想借此收买人心。然而贼军之中真正遵守这些命令的人很少，当中又以那些投降过来的清军士兵尤其凶残暴虐，毫无人性可言。我们叔侄等人曾想寻机逃走，但是因为看守严密，即使有1-2个人能侥幸逃走，而那些没有逃脱的人必定会因此遇害。再说其他帐篷里也曾有人逃跑，结果被抓回来杀掉了，以警告众人不可妄动。大家私下低声说，我们叔侄等实在不必再想着逃跑了，即使就这样死了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了。到了18日有课，忽然有一个贼兵进来说，头子叫你们，快跟我来。我们起身稍微慢了一点，他就立刻瞪眼叫骂，还挥刀做是恐吓大家，我们只好跟住他去了。走了10几步，进入一间破屋，屋里朝外摆着一张桌子，桌后放着一把椅子，一个身穿绿衣的贼军头目，头上扎着黄绸巾，蹲坐在椅子上。这就是贼兵所说的头子。那个贼兵把众人带到屋里后，向头子说道，新家伙们来了。接着又向众人喊道，快来见大人。于是大家都走到桌前，呆若木鸡，不敢出声，也不敢抬头正眼看着头子，只好低头伸着脖子等候着。但过了很久也不见头子下令杀人。突然间，头子大声问道，你们是一家人吗？想回家吗？大家心中焦急，却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，不知道该怎样回答。先前听说贼兵问人想不想回家时，如果回答想，贼兵就会说送你回去。结果刚一出门就被贼兵杀害，然后贼兵提着被害者的首级向众人展示说，
这人要回家，已经送他回家了。其目的是要断了被抓者回家的念头，这些都是贼军的惯用伎俩。我的五叔名叫宇愁，性格刚毅果断，尤其孝顺重情。他向贼军头子直接答复道：我要回去。头子又问：你为什么要回去？五叔怒目圆睁，大声说道：家里人都死光了，只剩下60多岁的老母亲，前天还躲在邻居家的茅屋里，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，我要回去看看他。我们听到他说的话，都吓得魂飞魄散，暗中扯他的衣服，示意他别说了，担心他被杀。五叔讲话却慷慨激昂，两眼直视着头子，毫不掩饰自己的悲愤之情。绿衣头子笑了笑，说道：好，好，送你去，送你去。看他的样子，态度似乎真的很和善，甚至不无同情心的样子。说完，他回头对另一个贼兵说：你送他去吧。五叔竟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们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，却不敢让眼泪流下来。头子也不再询问其他人，命令贼兵把众人仍旧押回帐篷里，叮嘱他们要小心看守。先前贼军韦府王曾下令说，这次金陵解围后需要多抓百姓，驱赶他们南下，其中身体虚弱不能打仗的人，准许他们家用银钱财物将其赎回。不过这道命令仅限于韦府王这股贼军，其他贼军部队并没有这样做，甚至严禁这种行为。我们当然不知道有这样的命令，回到帐篷里默默地呆坐着，心里惦记着五叔，不知他死在何处，满心酸楚却说不出一句话来。直到傍晚仍然没有他的消息。大约又过了一顿饭的时间，远远看见一个贼兵提着灯笼走过来。等他走近了，只见灯笼上写着李煜后堂、亨房、陆记等字。煜后是我们曾祖父那一支的堂号，亨字是祖父这一房的记号，福、陆、寿三字分别是我已故父亲和五叔、八叔三房的记号，其中的陆字正是五叔本房的记号。大家正在惊疑时，那个提灯笼的贼兵已经径直走进帐篷里，对众人说道：你们家的五爷已经回家了，给了我10两银子作为酬谢，他还交代要你们放心，他会陆续来赎你们的。明天我还要再送2、3个人回去，这个灯笼就是特地拿来作为信物的。听他口音像是湖广地区的人，想来应该是资深老贼兵，深受贼军头子的信任，所以才被派来处理这种事。而且他对我们说话时语气温和，脸色也不难看。说完就匆匆离开了，可能是急着把银子交给头子，并报告后续用银钱赎人的事情。听了他的话，我们的心稍微安定下来，只是仍无法打听到祖母他们的消息。从此几乎每天都有被放回去的人，有时1、2个，有时3、4个。这些贼兵所要的钱也不多，只要拿到一点钱，就不再为难人。我直到第4天才被释放回家，走到南阳村的三令桥时，在桥边的刘氏宗祠前遇见了叔伯兄弟们，大家相拥痛哭。我急忙询问祖母的情况，他们说还待在邻居家的屋子里，心里这才感到稍微宽慰了些。三令桥到我家还有3里路，而且这条路属于交通要道。几位叔伯说，回家的路上贼兵来往络绎不绝，所以现在不能回去。这里贴有贼军首领的伪告示，声称不再骚扰百姓。后来才知道，贼军首领在这类事情上的确是认真的，无奈他的部下胁迫入伙的人太多，收降的各色人物也太烂，流氓、地痞、惯匪、汉贼、散兵、降勇全都混杂在一起。他们对告示上的命令根本不执行，完全是视若废纸。贼军首领或许不知道这些情况，其实就算知道了也无能为力。下文所述涉及到对百姓的种种骚扰、残酷暴行，都是这些败类所为，与真正的太平军将士及其首领并无关系。无论消息真假，眼下只能在此暂避，另作打算。从此我就没有机会回家了，家中老幼的生死情况也无从获悉。聚集在这里的村民约有200、300人，不由暗自思量，我们叔侄一行只有10多人，如果遭遇贼兵必定难以幸免，不如混入大量人群中，人多势众，或许更容易脱险。于是想挤进人群中，却因力气不足，只好作罢。此时从绿杨头逃难到我家的沈就高卫兵也在这里，大家商议后决定继续前往更远处避难。突然另一队贼兵从这里经过，他们披红束绿，衣着鲜艳，押着新抓来的100多人向南边走去，而且他们再次把我抓走了。走了不到半里路，刚好之前抓过我的那批贼兵也从这条路经过。高沈就站在路旁替我向贼兵求情，贼兵便喝令放人，我因此得以脱身。这是我第2次被抓，事发在闰3月21日。到了22日，几位叔叔商议说，贼军伪告示上虽然说的头头是道，但下面的士兵根本不执行，实在靠不住。如今看到的这些贼兵面相凶恶，绝非善类，而且他们的大队人马接连不断地从这里经过。我们10几个人聚在一起，
万一遭遇不测，全部被杀的话，那我们家就没有活口了。于是大家决定以2、3人为一组，分头躲藏，并互相告诫说，万一再次被抓的话，势必会被他们驱赶南下，每个人都要格外小心，不可太过固执倔强，